潜水天气怎么看？潜水应该都看什么网站？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潜水的天气以及潮水怎么看。不同的国家它可能有当地不同的网站，它不同的网站的详细程度介绍是不一样的啊。在新西兰，我们主要使用的网站不是一般的天气预报的网站，因为天气说实话，下雨对潜水影响不大，阴天晴天对潜水影响也不大，但是真正对潜水影响大的是它的潮汐、它的风向以及水的它的涌。所以在新西兰，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站叫做 Swell Map， 叫做 SWELLMAP.com。Swell Map 这个网站，我们进入这个手机的 APP 或者是这个网页，我们都能看到。我带大家来一起看一下。你看 Swell Map 打开以后，它大致上是分两种让你来看啊，一种是 boating， 就是出船的，还有一种是 surfing。它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近滩，一个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么 boating 的水域较新，那么 surfing 呢就是近滩稍微近一点的地方。那我们这两个网站具体应该使用哪一种不同的功能 ？surfing 你可以反着来看的，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是一些近滩、岸浅比较适合的水域啊，你用 surfing 就比较好，因为当 surfing 的分很高，比如说7分、8分、9分、10分是绿颜色的话，那么你就不用去潜水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浪很大。而且呢，它的浪很高，但是非常规则的时候，它的分才高。所以我们要去潜水的时候，你要是看近滩，那么 surfing 最好是1分2分，没有错吧？那么如果是 boating 呢，你要是去船潜或者去钓鱼比较好的地方，稍微远一点，那么它的分数自然是越高越好。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当它是红的，是1到3分到4分之间的话，你往往可以看到它的风非常大，都是20节、30节，而且它的这个潮汐啊，包括它的这个浪。它的这个 period， 也就是它这个区间，它是非常快的。它越高呢，分数呢 ，boating 的话也就越高，因为它非常的稳，它的池格之间的这个区间啊比较长。当然了，如果是比如说5分、6分、7分，就是这橘黄色的可以潜，但是有一定的风险程度的。8分、9分、10分这种亮绿色的时候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说你们看。这个分数高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分数低的时候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了，你看它这个 app 上面最上面一排，它给你标得很清楚，比如说晴天啊、阴天呀、下雨啊，多云雨、小雨。其实这些我们都不在乎。还有一点我们比较在乎的就是说它的潮水的低潮与高潮。你看，你往下刷，它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波浪形的曲线，一天当中有2个高潮和2个低潮。低潮的时候就是这个。抛物线的最底端啊，一般是低潮6个小时以后高潮，再过6个小时又是低潮，再过6个小时又是高潮。所以如果你要是去岸潜的话，你最好在低潮的时候去，这样子你游的比较短一点，对不对？当然了，如果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峡湾，它高潮和低潮的时候水位变化非常大的时候，那么你最好就在高潮前的1个小时去，然后这个时候的潮水变化是最少的。如果高潮开始往低变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峡湾把你一直往出拉，那么这个水流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去的水域跟这个潮水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如果是一个很开旷的水域的话，高潮低潮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岸潜，那么你出去比较浅的地方，退出去以后，那你是不是可以至少少往下潜那么2-3米？尤其是自由潜，所以你抓东西的时候也非常的轻松啊。所以这个网站，你看它还有3条线，一条红颜色的线，还有其他2根线。红颜色的线指的就是它的这个潮水啊，这个浪，它越高，说明它下一次来的时候的时间间隔越长，那么这次潜水天气也就是更适合的，明白了吗？这个网站大概就是这样使用。那么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网站呢，它叫做 Navionics。Navionics 是干嘛的？它其实是给出船的人使用的啊，但是也非常的适合潜水，因为在你没有去过的水域或者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你想知道这一片水域多深，什么地方能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下潜，或者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它的下降速度有多快？那么你看，打开这个 app 以后啊，你具体到你要去的这个区间，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等高线画的非常的详细啊，包括有什么礁石啊，有什么危险的情况呀，什么地方不能去啊。
都非常的好用啊。当然了，这个是适合新西兰和澳洲使用的，它是付费的一个软件啊，几十纽币，但是买了以后你就永远可以使用，非常非常的好用啊。我潜水的时候常年就是靠这2个手机应用软件来，一个是网站啊，一个是软件，然后来看到这个天气，来看看具体怎么样适合潜水。出门之前，这是我2件必做的事情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水下摄影的这个 Lightroom 的滤镜包啊，这是我前面2、3年水下摄影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我把它总结成这种预设分享给大家。一键希望能够帮你把水下照片还原成非常艳丽你所喜欢的照片的样子啊。这个预设包在我的网站有销售，是15美金。如果你还没有去看呢，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那么现在这个海边，你们看是低潮还是高潮？低潮没有错吧？因为所有的石头都已经退出来了。低潮和高潮在海边看，其实有一个小窍门啊，你就看这些礁石是不是平时是被打湿，然后被那个海浪所侵蚀到，所以它是非常不规范的。而真正高潮的地方，一般都是已经被洗刷过，常年变成这种比较平缓的细沙或者是鹅卵石。然后你们再仔细看，这个地方海浪平时高的时候，它会打在哪里？你看这些海草，长长的沿过去的这些海草，这些就是晚上潮水会涨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野营的时候一定要离开这个区域，要往上至少再走那么2、3米，明白了？所以你看看我们的车队，它具体都停在什么地方？这条线就是高潮水位会涨上来的这个高水位线，现在呢水位退下去了2、3米，在这个位置。而我们的车队呢是至少再往上退了有这么3、4米的，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大部队啊。我们的车队，明白了吗？希望这些小窍门都对大家有帮助啊！所以出来玩的时候，看好天气，看好潮水，出来野营注意安全，方便潜水抓海货。